娘娘，今儿个一早，听宫女们念叨，昨夜有女人惨叫声，都说什么？都说是童妃娘娘回来索命。大胆！谁家的稚童竟敢冲撞凤仪？你是谁家的孩子啊？竟生得这般玲珑。回娘娘，我是端亲王家的独子玄瑞，给娘娘请安。瑞儿，睿智聪颖，真是极好的名字。瑞儿，你可知自己冲撞了何人？微臣叩见皇后娘娘。免了。微臣教子无方，请皇后娘娘降罪。这是哪儿的话呀？要是本宫的小阿哥还在，大概也有他那么大了。过几日宫中春宴，你带着瑞儿来瞧戏吧。皇上，这是今年的新茶。皇后大病初愈，又要忙后宫的诸多琐事，要多加爱惜身体的。谢皇上垂爱。娘娘，是荣嫔。皇上，是荣妹妹。哎，朕有件事一直在考量。臣妾猜，想必是这后宫丽妃之事吧。真是知朕者，莫若皇后啊。臣妾知道，因为小阿哥遇难一事，皇上生怕惊扰了妾身的伤疤。要说相知，皇上才是那个一直念及妾身的人啊。晦气！皇上，臣妾知错。传内务府，本宫要彻查此事。是静妃娘娘派奴婢过来找仵作瞧瞧，这案子回去告诉静妃娘娘，这尸体可是本案的重要线索，没有懿旨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勘察。可是你们几个给我看好了，任何人不得踏入里面半步。都听好了吗？是。仵作大人，开始吧。回宁碧姑姑，目前验尸尚未完成，不如待验尸完成后，奴才亲自到坤宁宫向娘娘禀告。
好啊，贵公公，那我就先去告诉皇上。贵公公您几个时辰什么都没查出来，公公意下如何？这不如你们先跟我说说现在的情况吧，我也好回去交差不是？有劳两位大人了，若后续还有新发现，还有劳贵公公和仵作大人告知。夜路不好走，您的宫灯。谢公公提点。死者的身份已经查明，是延禧宫巡夜的宫女，名叫喜娟，经银针测试，真身显黑，说明死者是中毒而亡。死者的周身并无明显的外伤和变色，包括白鳞缠绕的部位，只见有勒痕，却未见淤紫，说明死者是死亡之后被人抛尸于戏台之上，而并非被勒死。尸体的腹部隆起，像是怀孕，但腹部又坚如磐石。据仵作大人说，是毒药的特性所致。尸体的毒药出自于南疆，传有忘忧长命之功效，实则可使人致幻，摧残人的意志。本案还有另外一个重大发现。什么发现？本案已有2具尸体，据贵公公讲，在宫廷道上的宫墙边上也有死状古怪的宫女，当值的太监怕扰了圣驾，便做主处理了。如今案子未明，任何人都有嫌疑，本宫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皇后娘娘，臣妾记得这延禧宫的掌事宫女喜娟儿，当年好像也是童妃的掌事宫女吧？嘉嫔，你说的对，肯定是童妃回来索命了。闭嘴！此事定是后宫之人所为，借童妃之名掩盖罪行，谁敢再提童妃，一律问罪。娘娘，这死的是容姐姐宫中的掌事宫女，这春宴也是容姐姐一手操办的，还有这尸体也是容姐姐的人从戏班子上抬下来的。若说查呀，我说应当也该从容姐姐查起来，不是？皇后娘娘，你敏慧于怀，切不可听信小人的谗言，冤枉妹妹啊！喜嫔、嘉嫔，你们2人用童妃鬼神之说惑众，难不成想栽赃陷害？容姐姐，这你就说笑了。要真说栽赃陷害，也轮不到我呀。娘娘，这死者职业于延禧宫，又被人抛于戏台子之上，臣妾以为容妹妹确实难逃干系。清白与否，一查便知。臣妾愿请缨带人彻查延禧宫，好尽快还容妹妹一个清白。娘娘明鉴，静妃与臣妾素有恩怨，
定是谋划好了，要栽赃妹妹。皇后娘娘，您万万不可让她得逞啊！查一查也好，为了公平，本宫倒是有个好法子。嘉嫔，臣妾在。你带人去长春宫查查静妃的寝宫。臣妾遵旨。静妃，是。你去延禧宫查查荣嫔的寝宫。臣妾一定竭尽所查。荣嫔，臣妾在。你就负责查查嘉嫔的寝宫吧。臣妾遵旨。喜娟前几日是和谁一班呢？回娘娘，喜娟昨日与奴婢一同在延禧宫值夜班，有时前后，她突然间头晕难耐，便回房找人代替了。你们几个可曾见过她回屋里？不曾见过。奴婢突然记起来，前儿夜里，虚实刚过一小会儿，静妃娘娘曾遣人来唤喜娟，说是有什么话要问她。之后呢？之后奴婢就去乾清宫当值了，也不知道她去静妃娘娘那儿没有。要是他们再问起来，就不要再提其他宫里的嫔妃娘娘们了。是。都退下吧。奴婢告退。娘娘，要不派人去内务府查查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微臣叩见皇后娘娘。微臣正欲前往坤宁宫，向您禀报案情。说。回禀娘娘，现查明，2名宫女死因相同，皆是服用了由曼陀罗、天仙子等23味珍稀药材搭配合成的毒药而亡。据传，此药方在南疆巫术中有起死回生之奇效，但比例稍有不同，就会致人暴毙。这是药方，请娘娘过目。死因相同，这几味药可是宫中常用药吗？娘娘，宫中不曾有这几味药，但前些年藩邦进贡过一批，在太医院。还有其他发现吗？回娘娘，2具尸体死因相同，死法却不同。第1具尸体腹部隆起，周身毛发暴长，而春宴上的尸体周身毛发大量脱落，腹部隆起也不明显，微臣需剖尸溃腹，方能查明缘由。娘娘，这太医院有30多号太医，药材使用频繁，若真是查起来，恐怕要费些功夫。要不您用过午膳后再去吧。糊涂，这个时候了，哪有功夫用膳？凶手就快找到了。皇后娘娘驾到！
臣等恭迎皇后娘娘銮驾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给何大人看看那方子，让他瞧瞧这是哪几味药。是。何大人认得这几味药？何故如此？老臣，快说！老臣请娘娘限恕老臣无罪，老臣才敢禀明。本宫恕你无罪，快说！都退下吧。这。童妃娘娘当年死于大火之中，仵作曾请老臣一同验尸，那尸体中偷发现有这2副药。皇上下旨，后宫不得提及此事。老臣早已将这2味药清除，这散热定神功效的药，老臣早已由旁的代替了。什么？这药少量可以定神，这药……继续说。这药过量可以致死。容老臣呈上所有后宫用药记录。来人！娘娘，奴婢猜想，永玉阿哥的死，或许是早有预谋。娘娘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事关众多，不如我们回宫再议。这本册子，本宫收了去。今日之事，切勿向他人透露。臣遵旨。禀告娘娘，静妃娘娘求见。传吧。皇后娘娘，您瞧瞧荣嫔干下的好事儿，这便是从延禧宫的卧床底下搜出来的。娘娘明鉴，圣上的亵衣可不是这个尺寸。臣妾在立春前刚委了织造坊，给圣上做过几件贴身衣物，而这件比皇上的袖长足足长了3分。皇上都半年没有踏进你长春宫的大门，本宫只怕你连皇上的龙颜都忘了，你还能记得皇上亵衣的尺寸？哼，可笑！这亵衣面料华贵，尺寸既不是皇上的，面料又不是哪位公公的用度，容妹妹在自己的宫中私藏男人的贴身衣物，这分明就是私通。你的意思是，荣嫔秽乱后宫？皇后娘娘，臣妾是冤枉的，臣妾什么都不知道，臣妾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件亵衣，定是静妃所以拿了一件亵衣就来陷害臣妾。陷害？谈何陷害？静妃精通女工，随意扯几纸布料做件衣裳，趁着搜宫的由头就陷害于我。荣嫔怕是忘了，我长春宫上上下下的衣服都是暗彩舒服的布庄送上来的提花布，这等面料在我冷清的长春宫怕是没有。皇后娘娘一摸便知。
回禀娘娘，确实是不同的布料。荣嫔，众目睽睽，你还不从实招来？皇后娘娘，臣妾是被冤枉的，臣妾什么都不知道。您一向明察秋毫，万不能因为这贱人的几句胡话就冤枉臣妾。静妃独守空闺，常年不得皇上圣宠，平日里便摆弄这些女工。她若想生造出一件东西来陷害臣妾，易如反掌啊，娘娘。本宫本想着妹妹认罪伏法，本宫能向皇后求情法外开恩，没想到却被你反咬一口，真是人心不古。就是因为圣上恩宠，你们一个个的都想害死本宫。本宫不会让你们如愿的。荣嫔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！你一手置办的春宴上，宫女喜娟毒发身亡，5座禀明，尸身体内含有稀有药材，只有你在太医院领用过。现如今在你的房中搜出其他男子的血衣，难不成这一切都是别人在诬陷你？你还要本宫说出更多吗？娘娘，您别再听她狡辩了，定是宫女喜娟发现了她与男人的奸情，才被她下毒杀人灭口。这一串事情连贯在一起，构成了证据。好一个心狠手辣的荡妇淫娃！你血口喷人！娘娘，证据确凿，不用大刑她是不会招的。你到底知不知道？臣妾丝毫不知。回娘娘，海珠可以作证，荣嫔娘娘对皇上一片痴心，怎会与他人有奸情？求皇后娘娘明察。贱婢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有刑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今日就算你掐断臣妾的双手，臣妾还是丝毫不知啊！皇后娘娘，饶命啊！主子他身子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！你住口！娘娘，贿赂后宫，安律当斩，还有这个贱婢，应该一同杖毙，以儆效尤。告诉本宫，你为何私藏男子血衣？再告诉本宫，你为何私拿禁药？再告诉本宫，有于阿哥的死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皇后娘娘，求您开恩啊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皇后娘娘饶命啊！端碗凉水来，泼醒他。慢，选太医来。这娘娘，启禀娘娘，荣嫔娘娘有喜了。红霜，奴婢在，去净室房取同史册子来。是。这本册子上根本没有他侍寝的记录，他这野种是从何而来？快，把他给本宫弄醒！快！娘娘，妹妹还说自己没有秽乱后宫，妹妹现在肚子里的野种，就是你秽乱后宫的铁证。是皇上上个月15在海棠里这是臣妾
和皇上的秘密。真假本宫自会核实。来人，把荣嫔送回延禧宫。没有本宫的旨意，不得离开寝宫半步。娘娘，倘若荣嫔真是杀害童妃和永玉阿哥的真凶，您就这么放过他吗？永瑜是本宫的心头肉，本宫不会放过任何加害于他的人。娘娘，奴婢认为，不用娘娘您亲自动手，自会有人替娘娘您分忧。永瑜，永瑜，可以。着圣上口谕，荣嫔即刻晋为容妃，亲子。是。容妃妹妹，姐姐来瞧你了。姐姐，你敢打我？他日你是妃，我是嫔，可今日呢？你我二人平起平坐，有何打不得？这一巴掌是还你前日里在坤宁宫结手的恩情。
若不是你使劲篡脱皇后用刑，本宫还蒙在鼓里，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了龙嗣。我本想着前来与你赎罪，没想到你竟如此翻脸无情。好歹我们多年姐妹。姐妹？你这一巴掌是提醒姐姐你，当年若不是沾了妹妹的光，恐怕现如今还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小答应。如今翅膀硬了，不说来报妹妹的恩，反倒落井下石。姐姐的心可是铁打的。我落井下石，你害我胎死腹中，从此不能再遇。现如今，我在这紫禁城中唯一的愿望，就是要看着你死。富儿姐姐特蒙古住！我再叫你一声姐姐，你若是再苦苦相逼，莫怪我让你难堪。怎么还不走？对了，皇上那次跟我说，他看见你啊，就觉得晦气。娘娘吉祥。皇后娘娘，您一定要为我家娘娘做主啊！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昨天我家娘娘本想去延禧宫探望容妃娘娘，谁想这容妃娘娘所以我本想去延禧宫，为之前的误会跟容妹妹道歉。谁成想，她对皇后娘娘您出言不逊，我一心着急，就反驳了几句。可容妹妹却说，我跟娘娘您是蛇鼠一窝。她还说，她要代替皇上教训您。我气急之下就说了她几句，她就把气撒在了臣妾身上。行了行了，容妃既是怀有身孕，妹妹应当多担待些，学会谨言慎行。坐吧。是。娘娘，娘娘！传内务府，来人呐！启禀皇后娘娘，微臣剖腹后发现何药长腹中生有大量毒虫。毒虫？微臣还发现，之所以死在春宴的宫女喜娟，毛发突出不明显，且腹中毒虫一出生尽数死去。微臣以为……吞吞吐吐做什么？有什么便说。臣恐喜娟在服下毒药之前，还曾服过其他药物，抑制了毒虫的生长。可知宫女喜娟先服下的是何种药材？药效被剧毒中和，只知道这类药物有杀虫除毛之功效。
此效药物种类繁多，微臣不敢妄下定论。娘娘，何药长才刚刚道出永玉阿哥的真相就死了，还真是蹊跷。娘娘，这事儿恐怕跟容妹妹脱不了干系。本宫倒要看看，这个容妃到底有多大的本事，能一手遮天。前日里，本宫查到容妃私用禁药，现如今她怀有皇嗣，本宫不能让她恃宠生骄。恃宠生骄是笃定的，现仗着怀有皇嗣，谁也不放在眼里。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没有帝意的妃子。娘娘，这回容妃逃不掉了。皇后娘娘驾到！臣妾身怀六甲，不能行大礼，还请皇后娘娘莫要怪罪。无妨，坐吧。这是本宫择日里选的一些少有的金字缎和云字缎，给你添置几件新衣，还有一些上好的药材，给你补补身子。你看，可还喜欢？皇后娘娘的恩赐，臣妾自然是十分欢喜的。昨儿夜里皇上来了，还夸赞皇后娘娘端雅大方，仪态万千，说小阿哥诞下后还要多跟皇后娘娘学习宫中的礼仪。你现在身怀有孕，有什么需要，本宫自会为你办妥。谢皇后娘娘恩宠。既然娘娘开口了，臣妾倒真是有个不情之请。妹妹，你说便是了。小阿哥诞下后，得需要一个奶娘。那是自然。臣妾觉得苏姑姑便是最好的人选。都知道苏姑姑原来是给永玉阿哥当奶娘的，阿哥走后就去伺候皇后娘娘，你怎么敢？皇后若是不舍得，臣妾不要便是。静姐姐，你说的这样吓人，若是惊到我腹中的小阿哥，该如何是好？行了，本宫这就安排苏姑姑前来照顾，吩咐太医院1日2服药，给容妃安胎。是。谢皇后娘娘。臣妾恭送皇后娘娘。娘娘都打点好了。对了，奴婢最近发现海珠形迹可疑，派人盯着他点儿。还有，娘娘。
姑来了。进来吧。娘娘，您该用药了。容妃驾到！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皇后娘娘既然应允了臣妾，让苏姑姑在延禧宫伺候，不知为何又无故调走。什么？前几日苏姑姑还在侍奉左右，可今日就莫名的不见了。依妹妹的意思是，本宫舍不得苏姑姑，暗中将她带走不成？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怕这后宫之中有人居心叵测，见不得臣妾受皇后娘娘恩宠，所以带走了苏姑姑。容妃，这里是坤宁宫，我看你还是收敛些好。事情没弄清楚之前，小心说话。静姐姐，本宫身怀龙子，若是言语上有些冲撞，还请海涵。但本宫并未说此事与静姐姐有关。静妃，你如此慌张，难不成真的是你带走了苏姑？红口白牙妹妹还是想清楚再说。好啦，容妃，苏姑姑跟随本宫多年，外出行事必会报备。红霜，奴婢在。去净室房查查，是否有苏姑姑外出记录，再派人宫中四处找找。奴婢遵旨。好了，本宫乏了，都跪安吧。是。皇后娘娘万幸平安。娘娘，何药长突然暴毙，苏姑姑又失踪，奴婢真的担心。这种种矛头都指向容妃，唯一的证人也死了。容妃现下怀有皇嗣，本宫也不能拿她怎么样。谁？
才，这些年跟你的海珠姐姐相处的怎么样啊？回娘娘的话，托容妃娘娘和海珠姐姐的福，奴婢这些年跟海珠姐姐相处的甚好。那你还不赶紧谢谢你的海珠姐姐？承蒙姐姐关照，妹妹在这儿谢谢海珠姐姐了。娘娘半夜3更把奴婢绑到这儿来做什么？奴婢笨手笨脚，只能伺候身处养心殿西暖阁的容妃娘娘，可没有多余的手脚再伺候娘娘您了。死到临头还敢奚落我家主子？奴婢不敢，静妃娘娘有何吩咐，奴婢照办就是了。但若一会儿容妃娘娘找不到奴婢了，奴婢也难逃罪责。海珠姑姑，你怕是误会本宫了。本宫请你到这儿来，就是想问问，你这3更半夜带着这些金银细软是要去哪儿啊？这些都是容妃娘娘赏赐给奴婢的，奴婢带着它也并无不妥吧？海珠姐姐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。来人！你说还是不说？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静妃娘娘饶命啊！奴婢不知道哪里做错了，得罪了静妃娘娘，求娘娘开恩啊！长海公公，奴才叩见静妃娘娘。这位就是和你私相授受的海公公，你可认得？静妃娘娘饶命啊！奴婢只是一时贪财，才变卖了一些宫中物品。娘娘，你就饶了奴婢的贱命吧！娘娘饶命啊！你要是早点认罪，也不必受这皮肉之苦。给我按住他！哪儿来的？这可不是容妹妹的物件。按住他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！说，杀人，对亲王拉在了延禧宫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恭迎皇上。平身。近日皇后看起来气色不错呀。托皇上的福。皇上万福金安，臣妾有事禀报。讲。昨夜臣妾听闻有人偷运宫中物件出宫变卖，臣妾追查之下发现确有此事。谁人如此大胆？就是容妹妹宫中的海珠姑姑。静妃姐姐，这又是唱了哪一出啊？海珠何在？带上来。海珠，本宫问你，
是否确有此事？皇上皇后饶命啊！奴婢只是一时贪财，才变卖了一些宫中物品，求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救我！娘娘。皇上您看。皇后，你是六宫之主，你看着办。变卖宫中财物乃是重罪，容妃，你怎么教的？娘娘，泼下去，杖责20。娘娘救我！娘娘救我！娘娘救我！娘娘！皇上、皇后，臣妾在海珠的赃物中还发现了一件非东西12宫的玉佩。这是哪儿来的？容妃娘娘，混账东西，真是糊涂！拖下去！慢，容妹妹不要着急，海珠还没说出这玉佩的来历呢。说。娘娘救我！娘娘救我！撬开他的嘴，拖去慎刑司。皇上饶命啊！这是段亲王的玉佩。这奸婢满口胡言，皇上不要相信他，他定是受人唆使陷害臣妾。皇上，段亲王与娘娘早已有染，以八角宫灯为信，段亲王假扮小太监，常常来延禧宫私会。那日，静妃娘娘所发现的血衣，正是段亲王所用。贱婢满口胡言！皇上，你不要相信他。娘娘为了不让我说出去，便一直赏赐些细软给奴婢，所以奴婢经常出宫去变卖，好攒些银两。那天，段亲王与娘娘在延禧宫私会，苏姑姑来送药，奴婢亲眼看到段亲王打晕了苏姑姑。来人呐！容妃贿乱后宫，其罪当诛。海珠欺上瞒下，知情不报，即刻杖杀，拖下去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你是受人唆使，皇上！胡尔基金他孟府主，你这个蛇蝎妇人，你不得好死！饶命！你不得好死！这花儿开得繁花似锦，看似美丽，却总有几朵碍眼，影响大局。娘娘说的是，这花儿啊，就算再美艳，只要碍眼，就得修剪。容妃嚣张跋扈，害死了本宫的永瑜阿哥，这是她罪有应得。传话下去，告诉静妃，让她好好送送她的好姐妹，这么多年的恩怨，也该好好聊聊了。是。你输了。我输了，但你又赢了什么？是你长春宫的彻夜死寂，还是你永远不能为皇上延绵子嗣的伤？我赢在你比我先死。
死的凄苦，死的下贱。我长春宫再怎么死寂，本宫也是高位上的娘娘。而你呢，是秽乱后宫即将被株连九族的家族耻辱。住口！你害我不能再孕，挑唆我和皇上毁我前程。枉我当年把你当成姐妹。姐妹，我富家姬童13岁入宫，直到阿玛战死边疆，额娘病逝，我都没能再见一面。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拜我所赐？你阴险狡诈，翻脸无情，我恨你入骨。现如今，你不必再对我威风凛凛。皇后一日在位，你就永远是个傀儡。我不怕死，这一世荣华富贵我已享尽，我快活了。你呢？还记得男人是什么滋味吗？无耻！无耻！皇上后宫佳丽3000，我为什么要忍受这无尽又漫长的黑夜？容娘娘，时辰到了，该上路了。妹妹，还是要谢谢姐姐，来送我这最后一程。阿玛，额娘，童儿解脱了。
端亲王听令。臣听旨。南蛮草寇，乱我国疆，害我子民。今命端亲王率500轻骑，连夜赴南疆，攘定平乱。不得携带家眷子嗣，不平乱，不得归。臣接旨。驾。娘娘，您又做噩梦了。本宫今日总是头疼，浑身疲惫。本宫觉得春燕案另有蹊跷，容妃杀苏姑姑一案已经落幕，但那背后的动机不足以连杀2个宫女。你还记得宫女体内的毒药吗？娘娘，容妃确实去过太医院，领过曼陀罗和天仙子的毒药方子，可那宫女体内的毒源又是为23种补药配制而成，均来自于南疆。奴婢也怀疑这凶手另有其人。如若不是容妃，那会是谁呢？哥哥这么晚了，在这儿干嘛？没干嘛。拉上来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微臣已经勘验过，红霜姑姑是被毒死后，又被人用白绫布连于重石沉入井底的。所中之毒与春宴上的宫女相同，均是南疆巫毒。容妃已死，本宫以为此案已结，可没想到凶手还活着，真是可恶至极，连本宫的人都不放过。娘娘，您消消气儿，这天凉了，您可要保重凤体啊。
退下！娘娘，难道真的是静妃？娘娘，您若是不放心，就派奴婢去帮您查查吧，可千万不能让真凶逍遥法外。更何况，永于阿哥的死……别说了，奴婢告退。宣他们来坤宁宫。瑞儿，来，到皇额娘这儿来。谁带你进宫的呀？是他们带我来的。皇额娘，我阿玛去南疆打仗，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来呀？你阿玛是八旗的勇士，为国效力是他的荣光。瑞儿也要快快长大，将来为列祖先皇大清荣光而惩处坏人。瑞儿不要打仗，瑞儿去打仗了，谁来保护皇额娘啊？瑞儿，你真是惹得皇额娘好生疼爱。因为瑞儿做了错事，我阿玛才被派去南疆的。傻孩子，为什么这么说？皇额娘，你看。玄瑞，来，威不威风？威风。那你回家告诉奴才们，让他们多找些这种树枝来。等你下次进宫的时候，藏在衣服里面带给我，我便把这把宝剑送给你，可好？福全，福全，哎，小祖宗，你帮我多找一些这样的树枝来。世子，这是雷公藤，是一种毒药。前儿夜里，虚实刚过一小会儿，静妃娘娘曾遣人来唤喜鹃，说是有什么话要问她。娘娘，阮西司的人求见。传阮西司。奴婢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皇上宣旨阮西司，命奴婢给各宫娘娘打造2件秋衣，速取几卷白绫布来，给这孩子做几件内衣，其余的按照往年的惯例做即可。回娘娘，给世子的内衣，恐怕要晚一些时日。宫里的白绫布前些日子被静妃娘娘尽数要走了。说是要给长春宫的宫女各赏赐一套内衣料子。我长春宫上上下下的衣服都是暗彩舒服的布庄送上来的提花布。臣恐喜鹃在服下毒药之前，还曾服过其他药物。红霜姑姑是被毒死后，又被人用白绫布连于注食，沉入井中。皇后娘娘金安，这位是太医院的新药长。微臣给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你可知此药？
回娘娘，这味药叫雷公藤。这药有何功效？此药具有杀虫之功效。如果过量服用会如何？回娘娘，如果服用过量，12个时辰之后，那必定是毛发脱尽，暴毙身亡啊！中了南疆巫毒的宫女，体内皆有毒虫，唯独这第一具尸体未见毒虫和毛发长起。若是本宫没猜错的话，这第一个宫女所中的轻毒，便是雷公藤。娘娘英明。安才，是。凝碧，凝碧，姐姐有问题想问问妹妹，不知道妹妹愿不愿意和姐姐说说掏心窝子的话。若是妹妹撒了谎，猜猜姐姐会怎么样啊？来人呐！来人！妹妹这么晚了，一个人来坤宁宫做什么？静妃娘娘派奴婢过来回皇后娘娘的话，说她梳洗一番就过来。那你为何鬼鬼祟祟？我家主子那日给喜娟下了雷公藤之后，便担心给喜娟下毒的事情败露，便让奴婢偷偷跟着喜娟。谁知奴婢找遍了整个延禧宫，都不见喜娟的身影。我本想就此算了，我却在坤宁宫入口处发现了喜娟的尸体。之后呢？我本想一走了之，却担心我家主子给喜娟下毒的事情败露，便偷偷将喜娟的尸体藏尸至戏台上的暗阁里。返回长春宫，我家主子命我拿白绫布将喜娟的尸体固定在戏台上，好嫁祸于容妃。待我回到长春宫，我家主子隐约觉得此事蹊跷，雷公藤的药效发挥得太快，便觉得此事定与坤宁宫有关。所以你便三番两次的来我坤宁宫偷听网谈话是吗？都是静妃娘娘指使的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那你倒是说说看，这事儿跟我坤宁宫有没有关系？奴婢不知道。说。
静妃娘娘，奴才侍奉皇后娘娘的懿旨，来请静妃娘娘前往坤宁宫走一趟。你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你不说，说！为什么都不知道？是谁？皇后娘娘，奴婢知道是您。出来吧。你在干什么？奴婢参见皇后娘娘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从来不知道？您都不记得了吗？您都忘记了？奴婢要杀了这些贱人，就是因为这些贱人永于阿哥才误食毒药，葬身火海。这些您都不记得了吗？那熊熊大火烧得永玉阿哥那么凄惨，难道您都忘了吗？自从永玉阿哥走后，娘娘您就一直睡不好，奴婢担心您的身子，便开始研究药理。无论什么样的安神药，都无法治好娘娘您的病。后来奴婢发现一个秘方，那就是让永玉阿哥复活，就是让永玉阿哥复活。娘娘，你看看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喝，给我喝！娘娘，你看，就是这样，喝！我们阿哥就有救了，只要他们喝下这些药，他们就可以长生不死。喝！你喝！娘娘，你再给宁娣一次机会，宁娣一定会救回永玉阿哥。宁娣可以一生吃药，不要！宁娣，我要杀了这些贱人！不要！我要饶你！不要！先下去吧。
娘娘，娘娘不怕。啊，娘娘，静妃娘娘也是凶手，我们要离开这里。她会杀了我们的，不能让她发现我们的秘密。娘娘，静妃，你不要告诉皇上，宁娣是杀人凶手。不，静妃娘娘，你也是杀人凶手，你跟我一样。不，宁娣是为了我才那么干的。皇后娘娘，您在说什么？宁娣已经死了，她和永玉阿哥一起死了，她被大火烧死了。要是本宫的小阿哥还在，也有他那么大。臣妾知道，因为小阿哥遇难一事，皇上生怕惊扰了妾身的伤疤。晦气！如今案子未明，任何人都有嫌疑，本宫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什么？您的宫灯。都知道苏姑姑原来是给永玉阿哥当奶娘的。齐校长才刚刚道出永玉阿哥的真相就死了，还真是蹊跷。传话下去，告诉静妃，让她好好送送她的好姐妹。你可知此药？回娘，这味药叫雷公藤。雷公藤。雷公藤。让他死。小阿哥，小阿哥，这是皇上赏的糕点，来。叶娘娘，小阿哥，奴婢参见童妃娘娘。这是皇上欣赏的糕点，尝一块吧。奴婢不敢。嗯。什么？